美军变成运输大队长，塔利班在喀布尔举行游街展示美国装备，让美国感受到了羞辱。塔利班拥有先进武器之后，军队战斗力可能获得极大发展，未来会不会用来与美军作战？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呢，不但掌握了全国的这个地面或者是主要的城市以及这个交通要道，而且呢现在还在组建就是包容性的这个政府，也就是未来他要执掌这个权力。过去是夺取政权，现在是如何来掌握政权和行使政权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就是美军呢，由于他这个撤离非常的仓皇，非常的匆忙，所以在阿富汗遗留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我们先说，在这接近20年的战争中美国在阿富汗除了没有使用核武器，其他的武器基本上都使用了。我们讲飞机、大炮全都用了吧？这个火炮用了，那火箭弹用了，包括它的飞机的这种轰炸、精确制导的炸弹，还有死神的这个无人机带着炸弹即使是在它撤离的过程中或撤离后，很有可能还会再继续派这种飞机来进行空中的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种先进武器都使用了，特别是它还在山区的时候呢，对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使用了这种就是它称为炸弹之母的应该气溶胶这种炸弹。因为这种炸弹呢，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是一枚炸弹它的爆炸的威力相当于就是普通的 TNT 炸药的9倍到10倍。它为什么要使用这种10几吨的这样气溶胶炸弹呢？因为这个塔利班的成员他躲在山洞里边，躲在战壕里边，他的一般的打击手段呢打不到你这个一般的炸弹，你能把山洞炸穿吗？你能够打到山洞里吗？不行。所以他使用这种炸弹以后呢，就是一旦爆炸，首先是这个气溶胶在空气中散布起来，然后呢第二次爆炸，也就是因为这是连锁的，它接着就是爆炸之后呢，引发这个高温，就是接近2000度的高温，先把你的武器装备融化，人员烧死，然后你在这个爆炸的过程中，那这个炸弹它是要消耗大量的氧气呢，人也会就是窒息而死。所以呢，它可以就是把这个山洞里边的或者战壕里边的人员杀死。但是尽管使用了这样的武器装备，塔利班并没有被消灭。所以我们讲，美国可以说在阿富汗战场上使用了它大量的先进的武器和这种就是杀伤性巨大的武器装备。但是现在就是撤走的或者灰溜溜的撤离的是美军，而不是塔利班。现在掌权的是塔利班。那么现在塔利班还组织了一个就是军事装备或者是武器装备的这种阅兵式，因为是在坎大哈，塔利班一直掌握的这么一个城市。这个展示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大量的装备都是美军的装备包括有一些塔利班的这个人员，他穿的都是美军的这个军装拿的是美军的这个武器装备。如果你不是从他留的那个胡子看呢，你远处看还真以为是美军又在那儿跟塔利班的这些人员混成了编队。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奇特的或者滑稽的事情。那么现在美军留在阿富汗有什么武器装备呢？从空中有运输机就是 C-130这样的运输机包括它的这种海骑士这种直升机，还有黑鹰这种直升机这是空中的武器。当然还有相关的就是这种比如说对陆的攻击的飞机，因为它当时是用飞机来这个打击塔利班。但是我看无人机好像它都给毁了就是无人机因为比较小，它带走或者是给毁掉了。大型的飞机它都没法带走也就是把主要的备件给破坏掉之后，弹药撤走之后或者毁掉之后呢还是留下来了。所以塔利班呢是掌握了一些飞机。那么地面上的武器装备塔利班掌握的可就多了。因为在坎大哈的这种武器装备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有装甲车，还有这种防雷的
这种运输车，因为这种防雷的运输车呢，它主要是当时美军为了对付塔利班的，就是你埋了地雷之后，由于它这个车呀底下的这个底盘是微型的啊，就是你一旦爆炸，地雷爆炸之后呢，它这个让冲击波呀是从两边跑，所以呢它是留下来了。还有呢，像火炮，它也留下来，带不走太大。还有呢就是机枪啊，还有就是冲锋枪，也就是自动步枪。手枪啊，这些都有大量的被塔利班掌握或者缴获。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悍马这样的运输车、运兵车啊，所以大量的武器装备留下来之后，虽然塔利班现在有些武器可能还不能够使用，或者是不会使用啊，但是毕竟它留下来了，那将来为塔利班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以说奠定了装备上的这些基础。那么我们看，那美军下一步迎接的可能面临着是跟他就是掌握着一样的武器装备，因为你用的什么枪，塔利班也用的什么枪；你用的什么炮，塔利班也用什么炮。你现在一直有空军，将来塔利班也有空军了，也有飞机了，所以呢，这个是美军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难题。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